名门相看，闺阁陷害，骨肉刺毒。大红花轿直接撞上出殡棺材，为保牌坊，女主被灌下毒药。为了活命，她硬是在雨夜里抓起恶臭的脏污强行催吐。而男主一个通缉在案的私盐贩子，竟吹吹打打抬着大红花轿，在出殡路上当街掀开了老太太的遮羞布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看完古装剧《花开锦绣》前4集，看看绝境之下的世家嫡女到底是如何绝地反杀的。古代的贞节牌坊由朝廷赐封，宗族历时，有牌坊的人家可提升家族声望，官途顺遂，故而围绕着牌坊就产生了很多勾当，甚至不惜搭上人命。这天，九小姐的送葬队伍恰好遇到了赵灵的迎亲队伍，坐在车上的富太夫人并未打算让路，反而认为向来红事都要让着白事。岂料赵灵却直接来到富太夫人的马车前，提出让她去看看自己的新娘子。听闻和太夫人是老相识，富太夫人也并未拒绝，反倒表示是该见见了。月余前，天空中下着大雪，全花营的雪沾地就脏。可是偏偏富家的雪晶莹剔透，实则是因为绢丝做花，撒盐成雪。主要怕脏了太太们的鞋袜，全家上下一起出动，都以为是拜花神，实则是拜永宁府余家的余夫人。富太夫人也叮嘱富大太太，一定小心谨慎，不能出现纰漏。这次的相看关乎九小姐傅庭云的婚事。与此同时，在内阁之中的傅大奶奶傅左氏正在和一个老婆子看女界的画册，认为画笔各方面都不错，商议合作的同时，老婆子提出要让自己的女儿和傅左氏的弟弟左俊杰联姻，但遭到了傅左氏的反对。他只希望自己的弟弟能娶傅庭云。老婆子告知傅左氏，现如今傅庭云正在被安排和余家人相看。气的傅左氏将墨汁泼在了老婆子的脸上。余夫人带着儿子余敬修来到傅太夫人的家里，傅太夫人率众亲自迎接，本想攀上高枝，让身份高贵的余夫人能看中傅庭云。但傅左氏听闻傅庭云要相看给余敬修，故意以寻找经书为由搜查姑娘们所在的房间，提前让人在傅庭云的衣服里面夹带春宫图，以此让傅庭云只能嫁给左俊杰。傅庭云察觉之后，立刻和在场所有女孩商议，原本花神节主祭官只有傅庭云一人，大家都是陪衬，就连大儒范坤的女儿范雅克也是傅庭云请来做客的。傅庭云将簪花分给其他12位女孩，大家不分主次，均可以是主祭官，且都能得到余夫人的一句好话，这样以后都可以在各大氏族之中相看时候得了好名声。众人也因此帮着傅庭云藏起了春宫图，导致傅左氏无功而返。祭祀之后，余夫人为美人送上祝福，但当傅太夫人问及13名女子之中余夫人最满意的人选时候，余夫人却对编外人士范雅克称赞有加，还将自己佩戴的手镯亲自给了范雅克，也因此让傅家未能攀上高枝。原本傅家利用盐商冯老四用盐做雪迎贵客，却不曾想并未能成功如愿。可作为知县的傅大老爷因为这次花神节浪费了盐，造成盐价上涨，但上面又派人来调查，无奈之下只好找冯老四等盐商压价，这也让冯老四无法接受，遂出主意可以让傅大老爷抓私贩九尾蛟破全局。九尾蛟掌握10万斤盐，抓住他就等于立下大功，不但可以扭转局势，还能升官发财。可却并没有人见过九尾蛟。九尾蛟赵灵和盐贩金元宝私下见面，得知傅家用盐做雪，非常气恼。现如今平时老百姓都吃不起盐，他们却用盐如此浪费。傅太夫人对傅庭云非常宠溺，希望他能将来有所作为，给安排一桩好婚事。其实余夫人也很喜欢傅庭云，认为他是最优秀的，但无奈傅家根本看不清局势。现如今盐价那么高，他们竟然用盐做雪，现如今傅家如西山落日，而余家则是旭日东升，自然不愿意牵涉其中。赵灵带着阿森去店铺，想要私下交易盐，但被另一个私盐贩子杨玉成盯上，双方发生冲突，打斗中引来官兵。赵灵当机立断，故意绑上自己的双手，并且谎称是巡盐御史的儿子，前来打前站，指认杨玉成是私盐贩子，且还供出了藏匿私盐的位置。官兵迅速将盐缴获，并且关押杨玉成。
傅大老爷也将赵灵迎回府中，乘坐上宾。傅太夫人得知情况之后，赶紧关心赵灵是否婚配。傅七少爷前来试探赵灵，劝说他给家里写书信报平安。赵灵声称自己并未婚配，傅七少爷心中暗喜。打斗中受伤醒来的阿森，可惜他们的盐被人连锅端了，但赵灵却并不担心，打算将盐的钱套出来，到时候分发给弟兄们。于夫人听闻傅家立功，前来恭喜，恰好赵灵听闻家中有长辈前来拜见，故意提出要筹措办案用的银两，提出要用1万两白银做诱饵，吸引九尾蛟出来，但人单势薄，无法付诸行动。傅家的人立刻表示愿意借钱给赵灵，只有于夫人起了防备之心，故意询问赵灵家中长辈是否康健，并且自称上次去赵家还是3年前。但话锋一转，又说出赵灵已经成亲，且有了孩子的事情，引得众人惊讶。昨日才说未成亲，追问是男孩女孩，赵灵故作悲痛，声称孩子已经夭折了，所以父亲才让他四处奔波，不让他那么难过。且夫人也一并去了，傅家的人一听就松了一口气，立刻心中起了促成姻缘的事情。于夫人却已经是动关一切的家事。傅太叔人和傅大太太都来到傅庭云的房间，劝说他们在一起。傅庭云和范雅克一起绣花闲聊，二人都觉得赵灵或许是骗子，但家里人却害怕失去即将到手的富贵，说白了就是愿意让他去换取家中的荣华。二人出主意让傅七少爷去试探赵灵的真假。范雅克送了水仙给傅庭云，希望能转交给傅七少爷，但傅庭云明明知道他的心意是想牵线搭桥，可认为凭借范雅克家里的情况，来到傅家恐怕地位还不如傅左氏，因此并不愿意。只想找个机会解释清楚。另一方面，傅庭云找到傅七少爷，让其帮忙试探赵灵身份，编造了一个大舅哥的身份，让赵灵帮忙书信一封给大舅哥，帮忙疏通他上京赶考的事情。赵灵正在琢磨这个大舅哥是真是假的时候，窗外就传来左俊杰向卦师求卦的声音。他带去了傅庭云的生辰八字，希望能让人合婚看看，这也惹怒了傅七少爷，认定左俊杰就是登徒子，气得联合赵灵中途蒙着左俊杰的头，将其暴打一顿。傅七少爷也因此非常感激赵灵，和他一起喝酒，趁着傅七少爷喝多的时候打探大舅哥的事情。可傅七少爷还没来得及多说，就喝多了。只是他心里认定了赵灵就是妹夫。赵灵没想到傅家竟然还有这么个死心眼的人。阿森劝说赵灵干脆就直接成婚，将嫁妆正好带走。可是赵灵觉得他们朝不保夕，不能耽误了女孩子，且不愿意遇到那种只有交易的姻缘。傅庭云一早上来到傅七少爷的房间，发现有滴上血的痕迹。傅七少爷醒来，看见傅庭云站在房间，立刻称赞赵灵是好人，以后也是乘龙快婿的人选。傅庭云生气，傅七少爷不应该和傅家其他人一样看不清。随后傅庭云来找于夫人打探赵灵的情况，于夫人出言点拨了几句，就让傅庭云理解了赵灵是骗子。于夫人本不想干涉傅家的事情，但格外喜欢傅庭云。傅庭云此时通过地上雪，也已经猜到赵灵身份就是九尾蛟，因此打算利用冯老四设局九尾蛟。冯老四带人包围了赵灵，赵灵和阿森腹背受敌，最终凭借机灵劲跳脱。晚上地上雪被送到了傅庭云的窗外，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条，讽刺傅家德不配位。傅庭云立刻让侍女去官府报案，控诉赵灵以骗取银钱1万两，悬赏捉拿赵灵。赵灵和阿森看到公告，对傅庭云恨得咬牙切齿，却不曾留意兄弟金元宝已经盯上二人。傅庭云认为天下一切都是因为利益而来，赵灵的那些兄弟们必然也会反目。赵灵在吃东西的时候发现有人给贝的吃食下毒，当场拆穿并且将其抓住，赵灵当众斩断其一臂，同时也揪出背后真正怀疑自己的人是金元宝。金元宝怒斥赵灵背信弃义，贪污全部的金钱。赵灵承诺另外5000两会给金元宝，两人也闹得不欢而散。赵灵因此发誓一定会从傅家取回1万两，否则就不是实至名归。傅左氏疯疯癫癫在房间里唱戏，傅大太太前去劝阻，但对方却执意表示要傅庭云。傅大太太和傅左氏都来找傅老夫人求亲，傅五太太坚持反对。傅左氏自称已经熬不住了，但如果傅庭云能嫁给左俊杰，她一定会熬下去，势必将另一座牌坊也熬下来。但傅五太太坚持不同意。
悲痛自己的女儿还不如一个牌坊。此时于夫人来到，当着于夫人的面，傅左氏再次提出左俊杰非娶了傅庭云不可。于夫人却表示对傅庭云有了求娶的心思，也真诚表示很喜欢傅庭云，只要老太太首肯。她立刻写信回去京城，敲定这门亲事。老太太心一横，将傅左氏关在祠堂自生自灭。现在第4块牌坊她也不要了，只要嫁给于家就能保住傅家。傅庭云冒着雨来看傅左氏，从傅左氏这里得知，她当年当寡妇之后就想要回家去，可是傅老太太接来左俊杰，还许诺给他好前程，傅左氏这才决定留下来。后来花神节又让他主祭官，慢慢都有了盼头，现在却连傅家的小姐都不肯给他。傅左氏认为祖母从来都不是真心为傅庭云筹谋，而是利用。傅左氏难受的就差一步就能成功了，却被于夫人给毁了，明明都要拉入淤泥。可是傅庭云要做兰花，让傅左氏心中产生强烈的嫉妒。疯魔的傅左氏拔出簪子要刺伤傅庭云，但被范雅克护着，以及范雅克胳膊被划伤。傅左氏讽刺范雅克自以为是贵客，实际上在傅家人眼里什么也不是，根本就是高攀，他就是第2个左俊杰。范雅克回去之后，看到傅庭云房间的2盆水仙花，还以为傅庭云也是嫌弃他地位不高，不配傅七少爷，才没有送花过去。悲伤之余，傅庭云抱着水仙花放在了甬刀里面。恰好于静修从那里经过，发现水仙花很别致，就带回去养着。但是回去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床铺又被母亲搬到了东厢房。他知道这是母亲已经定下想要让他和傅庭云结亲，为此于静修前去问师傅范坤，不愿意选择母亲安排的人怎么办？范坤将这件事回去告诉了范雅克，希望他能给出主意。范雅克认为，或许于静修并不是讨厌议亲的对象，而是讨厌母亲安排的人。虽然范雅克并未挑明于静修的名字，也已经猜到是他，只是觉得现在傅庭云讨了于夫人喜欢，却惹得于静修不喜欢。当范雅克送东西去于静修房间的时候，看到水仙花，侍女也说出了水仙是范雅克的闺名，二人一唱一和，意图已经很明显。很快，于夫人却找到范雅克，提醒他水仙花不适合在那里养着，让范雅克自行带回去了。范雅克知道这是一种拒绝，回去之后用自己的银簪挑灯芯。之前总是看傅庭云用金簪挑灯芯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变色，可是银簪轻易变色，也注定了银子比金子更低贱。于夫人和傅家打算议亲的这天，赵灵突然来到闺房，用匕首架在了正要换衣服的傅庭云身上，逼迫侍女去筹钱。侍女跪求赵灵不要毁了傅庭云的一生，如果让人知道房中有男子，一辈子就完了。趁着侍女去筹钱的时候，赵灵回头看着傅庭云，忽然发现正在更衣的傅庭云扣子还没有系上。赵灵顿生内疚，松开了傅庭云，但傅庭云惊吓之中差点掀翻了桌子上的热茶杯，生怕被人发现，赵灵徒手接着热茶杯，同时也小声告诉傅庭云，他只为钱财，不会伤了傅庭云，且认为傅庭云就是欺软怕硬，本来应该找祖母说理，但却不敢去找，干脆从赵灵这里下手。此时门外有侍女催促傅庭云赶紧去见于夫人的声音传来。傅庭云算准了赵灵不会对他动手，故意打翻了赵灵手中的茶杯，引得侍女们推门而入。赵灵趁机翻窗户逃走了。大家都认为傅庭云迟迟没有出现在于夫人面前是不恭敬的行为，于夫人也略有不满，但当傅庭云出现的时候，轻松化解了这场矛盾。傅庭云自称观察过于夫人，知道她休息不好，特意采摘莲蓬，想要给于夫人熬粥养身体，但不小心弄湿了衣服，这才耽误了时间。于夫人脸上展露笑容，握住了傅庭云的手，也表达了自己的喜欢和心疼。于静修坚决不愿意和傅庭云在一起，不愿意自己的一生都要被母亲操控，甚至讨厌于家的人为另一个牌坊不惜一切。但于夫人认为傅家男人不顶事，女人才不得已的行为，她是认可的，尤其是于家祖母不只是能管家算账，还要能辅佐丈夫官途顺遂。于静修发现于夫人已经认定了傅庭云，心中害怕，认为如果娶了傅庭云，家里就会有2个于夫人，因此心生一计，特意来找左俊杰，表示可以助他一臂之力。随后左俊杰拿着傅庭云的肚兜到处奶奶，宣扬和傅庭云已经私定终身的事情。
最终闹到了傅太夫人这里。傅太夫人命人拿回左俊杰手中的肚兜，但没想到他手中还有不少。傅太夫人知道这是傅庭云房中丫鬟的行为，更气恼他御下不严，下令让其回去核对还有多少东西不见了。范雅克来找傅庭云，傅庭云的侍女追问范雅克之前傅庭云赠送的东西是否还在。范雅克承认有些东西已经典当了，并且认为东西一定是墨香拿出去的，承诺不管明天左俊杰拿出任何东西，就说是从范雅克这里流出的，借此保全傅庭云的名声。当范雅克回去的时候，听到了敲门声，于静修站在门外，希望能听到范雅克的心里话。范雅克坦言自己不能破坏傅庭云的姻缘，二人是好姐妹。墨香突然死在了巷子里，傅武太太当即晕倒。知道如果墨香还活着，傅庭云还能有救，可现在一切都晚了。傅太夫人和傅左氏姐弟俩谈判，希望给他们一笔钱远离这里，但姐弟二人却坚持不肯离开，并且一直要求娶了傅庭云，还编造了一套攀屋的话，称诗慧那晚和傅庭云后院相聚。傅庭云表示不愿意和于静修联姻，愿意嫁给他，还赠送了内衣做定情信物。傅庭云提出让范雅克来作证，当天二人在一起。范雅克作证的时候，傅太夫人提出让二人分别，将当天他们谈话内容写下来，就是铁证。傅武太太拉着范雅克的手，恳求他如实写出来，否则就毁了傅庭云一辈子。当范雅克写证词的时候，想起了和于静修的见面。于静修表示曾经为了范雅克忤逆母亲，也希望范雅克能舍弃和傅庭云的友情。范雅克写的时候，左俊杰提醒范雅克，如果说证词证实两人在一起，那么于静修就会被迫娶了傅庭云。思及此，范雅克违心否认和傅庭云在一起。傅太夫人看得真切，知道傅庭云被范雅克出卖，也知道傅庭云不会办出这种事，只是无奈被拖入僵局。如果应了这个亲事，就会被蛆虫缠住，因此只能狠心送傅庭云去碧云庵休养身体。范雅克心中难过，想要去将真相说出来，但被丫鬟阻止，提醒范雅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。傅庭云无论嫁给谁，还是会荣华富贵一辈子。可范雅克就只有于静修可以依靠，不能辜负范雅克最终选择不说出实情。因为这件事，百姓闹得沸沸扬扬，百姓们往牌坊上泼脏水，都要推倒了牌坊。傅太夫人来中熬于夫人，试图以花劝说于夫人将傅庭云带回去，也知道于夫人看上的是傅庭云这个人。傅太夫人拿出了傅庭云的庚帖，递到于夫人面前，同时也告诉于夫人傅庭云是否能活下去，也要看于夫人了。于夫人并未接过去，而是表示需要好好想想。傅太夫人将庚帖揉碎在手中。于静修来找于夫人，提出要迎娶范雅克的事情。于夫人冷笑，对范雅克根本不满意，但于静修承诺，只要娶了范雅克，必然好好读书，连中3元。于夫人答应了。于夫人其实认为于静修根本不喜欢范雅克，而是想要找一个合适的盆栽罢了，能够滋养他，能够服从他的人。于夫人认为从此以后自己也要做一个慈母，于静修也能找到想要的妻子。至于傅庭云，现在只能暂避一时。傅左氏和傅大太太一起来找傅太夫人，将于家和范家联姻的事情告诉她。同时，傅左氏又提出一并操办左俊杰和傅庭云的婚事，又索要一件宝贝当妆台。气得傅太夫人摔了手中的茶碗，她不容许这种左家的破落户骑在她的头上作威作福，身旁的嬷嬷劝说这样定下来。傅庭云很快得知了于家和范雅克订婚了。傅庭云也知道祖母很难抉择，而且他的事情出来之后，傅家的贞节牌坊就倒了。思及此，傅庭云立刻拿出钱财给看押自己的嬷嬷，提出自己要吃腌制的菜，让他们去买血。有人看出是赵灵的荷包，直接送去了赵灵那里。赵灵猜出傅庭云的手笔，也知道这个东西是从碧云庵流出。傅庭云深夜被雷雨声惊醒，祖母派人来给傅庭云送来毒药，希望他以死明志，免得将来会被左家的人纠缠不清。傅庭云生气，掀翻了毒药碗，但随后门口又进来一个人。傅庭云大声呼喊侍女雨薇的名字，此时雨薇从外面端着药碗进来，泪流满面地告诉傅庭云，如果自己办不成这件事，全家老小都要死。雨薇率先喝下一碗药，要陪着傅庭云一起喝药。傅庭云眼睁睁看着他喝下去，心中难过，在2个嬷嬷的逼迫下，傅庭云也喝下了一碗药，
抱着雨薇伤心落泪。雨薇药力发作，口吐鲜血，傅庭云也逐渐陷入了昏迷。迷糊中看着雨薇被2个嬷嬷拖入了大雨之中，傅庭云艰难爬出来，却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雨薇的尸体被带走。赵灵冒雨翻墙来到碧云庵，看到昏迷在门口的傅庭云，他呼喊着傅庭云的名字。傅庭云拉着赵灵的手恳求救命，说出自己被灌了药的事情。赵灵只好抠着傅庭云的嗓子眼，让他把咽下去的药吐出来。可傅庭云就是无法吐出来，他艰难继续爬向大雨之中的脏水桶，抓着那些污物塞进嘴里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出自己曾经的样子。他从来不愿意被人操控命运。最终，傅庭云吐出了所有的东西，抬头对着苍天发出凄厉的喊叫声。赵灵目空一切，神情凝重。2个嬷嬷回去告诉傅太苏人，傅庭云的尸体不见了。傅太苏人下令，傅庭云已经因病去世，封棺下葬，同时也让人勒死了处死傅庭云的2个嬷嬷。范雅克听闻傅庭云死了，内疚不已。可侍女却劝说范雅克是傅庭云自己找死，别人可以嫁给左俊杰，为什么他就不行？范雅克也自我催眠，认为一切都是傅庭云自己造成的。傅庭云迷糊中醒来，听到一帮人在议论，想让赵灵拿傅庭云去换钱。赵灵却知道傅家是不会愿意出钱的。傅庭云艰难爬起来，赵灵干脆叫他一起过来吃东西。傅庭云忽然下跪赵灵面前，恳求要见母亲报平安。傅庭云如实说出别人诬赖他痛贼，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做。赵灵却表示相信，还让属下的人都出去。傅庭云看到所有人都出去了，狼吞虎咽开始吃东西。赵灵奇怪为何自己不信的还请家里人却相信。傅庭云清楚家里人也不相信，只是为了贞节牌坊而已。赵灵说出扎心的话，知道傅庭云已经沦为弃子了，对那些人失去了价值。但赵灵给出了一个方法，不但可以帮助傅庭云扳回一局，还能见到他母亲，只是需要傅庭云做一次花轿。随后，赵灵安排属下的人准备花轿和成亲的东西，要让傅家的人付出代价。次日，傅家的人为傅庭云送葬，而赵灵则是高头大马，吹吹打打一路，带着迎亲队伍和傅家的人相对而来，并且丝毫没有让开的行为，还径直来到了傅太夫人的马车跟前问好，并且坦言他的娘子和傅太夫人是旧相识，邀约前去看看。傅太夫人似乎已经猜出来了，答应过来看看。当傅太夫人掀开轿帘子的时候，认出是傅庭云，立刻表态1万两的银子不好筹措，需要一些日子。赵灵却表示自己不缺银子，只要10万斤地上血归还，并且扬言如果无法做到，就只能让傅庭云从轿子里走出来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傅家的小姐死而复生。傅太夫人继而提出要让赵灵交出傅庭云，给他10万两金子，可依然遭到了拒绝。赵灵却表示不愿意要这些肮脏的钱，他只想让所有人都能吃盐。傅太夫人想用柔情拉拢傅庭云，傅庭云却指责傅太夫人更爱家里给他带来的权势。傅太夫人无言离开，同时也承诺给赵灵盐，但相信他根本无法出城。可是赵灵展现自信的笑容，似乎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赵灵同时提出让傅武太太和傅庭云见一面，母女俩隔着轿帘见面。傅庭云向母亲解释，自己只是被赵灵搭救，并非真的要成亲，自己已经被养成了凤凰木，那么嫁给谁，谁就会是良情。傅武太太下跪恳求赵灵送傅庭云到京城，她会去京城和傅庭云会合，并且给了1万两银子，同时也将一只手镯作为信物给了赵灵。赵灵答应了傅武太太，赵灵给金元宝送来了5000两银子，二人道别，分道扬镳。此时，在路上的百姓都跪求官府能给一些盐，官府置之不理，百姓们只能舔墙壁充饥。这些落入赵灵的眼中，心中不是滋味，将所有的盐都分给百姓，并且传话出去，让所有人家都将水缸放在门口，撒盐化水，让当地官府再也找不到一粒盐。赵灵虽然散尽了钱财，但现在只要能将傅庭云送回京城，自己还能再得5000两。傅庭云追问是否要走水路，阿森嫌弃傅庭云废话太多，要求他直接跟上就行。范雅克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喝酒，手中拿着聘书，满脸悲怆。范坤知道范雅克也并非想要这个婚姻，余家虽然很大，但其大非偶，可范雅克却反驳父亲，
认为自己已经促成了这个婚姻，就一定能经营好。范坤无奈提醒范雅克，将来无论如何也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。范雅克却表示父亲勤俭持家，但他却很讨厌吃隔夜饭，因为那会有抹布的味道，不断提醒他低人一等。以上就是《花开锦绣》前4集的剧情。脱离了伪善的高门大户傅庭云，虽然成了逃犯，却第一次坐上了属于自己的花轿，奔向了真正的自由。这前4集的局中局，把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和人性的扭曲撕得粉碎。那么在你看来，前4集最让你后背发凉的是范雅克在金银簪子面前的人性黑化，还是傅庭云雨夜抓赃催吐的求生高光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喜欢本期解说，千万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3连支持一下。下期见！